麦飞说他今天都在律所，我们随时过去就可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座位。梁红，你自己也是律师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。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认真想一想，不能马上答复你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？我们真的很急。我们指谁？你跟你丈夫？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？他知道我前面有过男朋友，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是你。我也没跟他说过。他也没问过我呀。那你们怎么就决定要请我来做你们的诉讼代理人呢？因为他四处打听谁是这方面最好的律师，大家都跟他推荐你。他本来是亲自要来找你的，但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学，又是曾经的同事。没错，那时候他是丰印的客户，我们是丰印团队的成员。你可以让他继续找丰印。丰印老了，全怕少壮，你是少壮派。我接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面对你丈夫。哎，没事儿，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。我没那么开阔。你不了解他。我不需要了解他。他要是认准了你，他认准了我，我就要接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他要是认准了你，就会一直找你，甚至会亲自来找你。那我就亲自拒绝。为什么呀？难道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没放下我吗？官司有输赢，我怕万一输了，你们会认为我在蓄意报复。可是你从来没输过。那不代表以后不会输。行，输了我们就认。我认不了。那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接呢？罗老师。明天立案的材料哦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我刚才给罗琦姐打了个电话，他怎么说？我就问他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，他说最近估计都没有时间可以见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问题总归要解决啊。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？您之前不是跟我说我不用事事都跟您汇报的吗？我懂了，罗老师，我现在就打算到龙科律所去找罗琦女士的律师好好聊一下，可以吗？你不用事事向我汇报。坐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完全可以理解啊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马龙很快就要跟我们签约了。好啊，恭喜你，又签到了一个大客户。哎，不，还没有签到，没有签到，只是意向。啊，有件事儿啊，我必须要得到你的许可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呢，明天借用一下黛西。干嘛？
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不，我重新组织语言啊！你不要误会这事儿。我没有误会。你一定是误会了。真的，我并没有误会。眼睛，啊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你的眼睛告诉了我你误会了。事实是，你刚才只说了一句，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对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印象深刻。我也是这么理解的，字面意思印象深刻。那就好。坐。这个马龙啊，你不了解他。哦，确实不了解。他呢，他很挑剔，而且很难讨好的一个人。你们俩很相似。我跟他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很相近。对，他是挑剔，我是严谨。我同意。马龙呢，始终认为他的律师应该是一个懂游戏的人，不光是懂游戏，还要是一个游戏高手。我就为了他啊，我在游戏上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但是呢，我的游戏造诣始终离他的要求吧，还差那么一段距离。可是黛西呢，黛西她是个游戏高手啊，所以我就想明天我带着她一起去。这样，你就跟黛西说，我同意了，但是她自己愿意不愿意，我也不能强迫她。另外就是时间问题，明天她要拿着这些材料到法院去立案。不，立案谁去都可以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自己陪着客户去立案？不，正马，我让我的助理去啊。他对知识产权这块并不是太熟。正忙，这是他的专业。他的博士导师曾经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》。正马，拿着去立案，明天。立什么案呀？自己看啊，材料都在这儿呢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，问黛西，或者是问罗律。去吧。去呀！何不？搞定了。可是何律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们实习的时候，封印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。如果一个助理连到法院去立个案都搞不定，那他就不要干这行了。可是现在黛西不在，只要你同意了就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配合的，我会麻烦你。我不会嫌麻烦。谢谢。谢谢。你真有什么事要麻烦我吗？暂时没有。我不承诺帮法律框架之外的忙。那当然。谢谢。丽娜，你跟黛西说啊，说我找她，是罗宾让我找她。她回来之后，赶紧去我办公室，或者给我打电话也可以啊，一定一定。对，我同意的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我是说你跟何塞，很明显吗？太明显了，除非我眼瞎。我只是听从了你的建议而已。哪一条？友善。你说何塞是个好人，我们俩应该彼此友善。一定有别的原因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何塞的表妹是季玉的未婚妻，何塞应该还不知道啊。他早晚会知道的。他跟他表妹的关系好吗？他反正知道你姐姐要把他表妹介绍给你，结果你没有去见，这也是你们俩关系微妙的原因之一。蓉蓉当时本来是想让我介绍你给她当男朋友，结果我拒绝了，所以她才找到罗琦。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知道。
他一开始找的是何塞，何塞把他推给了我。哎，到底是罗琦不愿意来呢，还是你不让他来啊？那是你自己想问我，还是罗宾长你来问我？我是主动请缨的。那你是以罗宾助理的身份来问我，还是以我女朋友身份主动找我闲聊天呀？我提醒你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律所呢，虽然不是哪里都是监控，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知道。你好，你好，罗宾现在正好有事儿，来，你们先到这边等一下。哎，先到这边等一下。哎，他说的很多东西不符实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我需要和您谈几分钟。不好意思，我有客户，请你到隔壁的会议室等一下。我只需要1分钟，我现在就可以说。你打断了我们。我是罗琦的律师，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如果说您的朋友季宇先生想见他的孩子，那就去法院告我们吧。我们法院见。哎，喂，实在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我应该把他拦住，是我不好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不好意思被打断了，您继续说。我以前在书本上见过“处事不惊”这句成语，没想到这次真的是见到本人了。谢谢您的夸奖。你还要给这种人工作，还要给这种人当助理吗？不是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别再替他辩护了。我没有辩护，我这是辩解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任小年当初是我们的客户，后来成为了你们的客户，我们不也没有说什么吗？任小年是你们先激怒了任小年，所以任小年才来找的我们呀。即使我们不接，他也会找其他律师、其他律所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肖凯丽之所以不找你们找我们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。肖凯丽想要的不见得是符合他利益的呀。当初任小年之所以选择你们，也就是因为我们给的专业意见和他想要的不一致啊。任小年和肖凯丽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任小年是和你们解约以后才来找的我。你说的太对了，解约。任小年好歹和我们还有约呢，可是肖凯丽呢，跟你们压根儿就没有约。所以啊，所以罗宾才可耻啊！他是在我们律所认识的肖凯丽，是在我们律所我们的地盘上，这叫什么呀？不择手段，唯利是图。麦飞，你冷静一下。罗宾他不是这种人，你肯定误会他了。他是哪种人，不是哪种人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好。如果罗宾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的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，那么他当初就不可能会为了我去跟任小年翻脸了。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真的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传你们吗？怎么传？说你们的关系很特殊，说罗宾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跟他的客户翻脸过，你是唯一一个。那要是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，我觉得都交给你了。太谢谢了，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。哪里？应该的。那您费心，好吗？好，拜拜，谢谢啊。拜拜。拜拜。罗老师，我会找时间和麦飞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您的为人。我看你是太闲。去资料室查一下影射型侵权言论的相关资料。喂。我问我妈跟小安说什么，我妈就急了，给罗琦打电话，俩人就说急了，然后我妈就说要告罗琦。告诉你妈千万别冲动，我是律师，你要相信。真要走诉讼程序，这是漫漫长路，你懂的。这官司多少是打到哪一天，你能明白吗？大姐，你都知道了吧？明天咱们俩一起去见马龙。我明天还要去立案呢。不，那个事儿已经交给郑芒了。没有人跟我说啊。那我现在跟你说了，罗宾已经同意了。哎，这都很正常，案子是案子，友谊是友谊，而且我觉着你接了肖凯丽，还比其他人接了更好。出去。今天我，对不起。把门关上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助理。没事了，我们接着说。能和解就和解，不能和解，他要起诉也没办法。
即使你不接，他也会找其他人。顶尖律师也就这么几个，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撞上是难免的。你是原告律师，我是被告律师，你们起诉，我们应诉，这就是律师的工作。我们也不是什么敌人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挂了。黛西呢？他在何在办公室？怎么要我叫他吗？对，同时告诉他，只要我的办公室门关着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感觉有点异常。季玉的妈妈要告罗琦，我给罗琦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一个都不接。我去给他打一个试试。你不要介入。我有一个电话是专门用来在唯品会下单用的，除了打快递，从来没有打过别人的电话，没有人知道。喂。喂。你好，请问是罗琦女士吗？对，什么事儿？幼儿英语了解一下。她没事儿，就是不想接你电话，可能是生你气了吧。好吧。那个黛西，我去跟她解释一下，刚才你肯定把她吓着了。有吗？你发起火来，连我都得躲着你。我发过火吗？对你。蔡同学，你这是3年级吗？哦，哎，不是，什么事儿啊你？我接孩子。接孩子啊？你们家孩子叫什么呀？叫纪晓安。罗小安。到底叫什么小安啊？我姓纪，孩子他妈姓罗，所以这都差不多吧？什么叫差不多？你连自己孩子姓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孩子父亲，我接孩子，我孩子父亲接孩子啊，跟你们一样。你不像好人，我跟你说。你看，哎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你不能走，家长都注意啊！来，看好自己的孩子。同志，弄好他必须说清楚，你不能走啊！保安来，保安来，保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接孩子。抓他！你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呢？你这？你干嘛？去给肖凯丽起草一份律师声明，下班前交给我。都说些什么？侵犯名誉权，转发要负法律责任，必须立即删除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人家全文通篇都没有提到过肖凯丽这个名字，人家只是说绿茶 X 这个姓既可以是姓肖，也可以是姓夏呀。你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在这儿推三阻四呢？恕我直言，我真的觉得您有点太不爱惜羽毛了。鸟如果太爱惜羽毛，就只能关在笼子里。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非要替肖凯丽这种人发律师声明呢？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。如果文章中提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做了，那他有什么好声明的？哦，你干都干了，你还不让别人说啊？你为什么学法律？维护正义，公平公正。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什么叫公正，什么叫正义。在此之前，你认识肖凯丽吗？了解她吗？别说了解，根本都谈不上认识。就因为网上有人在疯传她是小三上位，你就认为她寡廉鲜耻，这对肖凯丽公平吗？网上那些攻击她的人，又有多少跟你一样？你们认为这叫正义？我承认我不了解她，那您了解她吗？据我所知，您也不了解吧？您为什么非要替一个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人去发律师声明呢？如果您刚发完声明，人家就挖出真相，啪啪打脸，您不觉得很丢人吗？这才考验你律师声明的水平。